好，那我们继续看业务模块。业务模块里面的第一个功能是我们的允许系统复库存。这个是什么意思哈？就是我们如果说买了软件，只是为了打印一个单子去用的话，我们既不管它的销售额、往来账、我们的库存成本，也不管什么财务数据，你可以使用这个允许复库存的功能。但是，一旦使用这个允许复库存之后，系统里面的所有关于成本、毛利的数据全都会发生异常，都会不准确啊。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哈。如果说只是打个单子用，可以说去启用这个复库存啊。如果说是为了把系统的数据精细化管理的话，是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允许复库存的。开启之后，你不用做进货单啊，商品建立好之后，直接可以开出货单啊。但是你没有，因为是没有做进货，系统没有成本，没有数量，它的成本和数量是一个负数，导致我们毛利也是一个负数啊。这样子的话，系统的数据会乱掉啊。第二个，单据允许零成本出库。什么是零成本出库哈？就像我们有一批赠品嘛，我们库存里有一批赠品，然后这批赠品是零成本入进库的，然后我们出库的时候呢，系统会根据我们的那个参考成本价或者最近的采购价格去取那个成本来当这个零成本的商品来进行一个出库啊，可以允许零成本出库。如果说不勾选的话，你这个零成本入库的商品出库是出不了的啊。然后采购必选订单，如果说这个没有勾选的话哈，我们采购单是可以直接进行，直接可以做的啊，直接可以开我们的一个采购单。如果说我们勾选了这个之后哈，我们采购单就没法进行编辑了，它只能通过选择我们采购订单的方式来做这个采购入库单。这个一般是不选的哈，除非有强制要求，公司里有要求你不做订单啊是没办法去做入库的。如果说有这种要求，才会启用这个功能。不允许超订单数量采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采购单选择了订单，采购订单之后，我来的货的数量，如果说比实际的少，我们不是可以改那个数量吗？但是来的货如果说比实际的要多，如果说我们启用了这个不允许超订单数采购的话，这个单子就不允许你保存，这个采购单不允许保存。如果不勾选的话，你是可以超订单数进行一个采购的。销售必选订单，同理哈，就是我们销售单开单的时候不勾选是可以直接去开这个销售单进行一个出库保存的。如果说没有开这个必选订单的话啊，如果开了这个必选订单的话，我们在做销售单的时候就必须要选择它的一个销售订单，才可以去开这个销售出库单啊，这样子。还有就是不允许超订单数量进行一个发货，就是我销售出库单选择了销售订单之后，我订单发货数量可以少，但是不能多啊，多于我的这个订单数就不允许你保存这个单子。启用销售抹零的功能，我销售单我做完之后，我可能说客户，这个单子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点几毛几分钱的这种销售点，我们会给客户抹掉。启用这个功能之后，系统里面就会有抹零的功能，你开销售出库单就可以把那个零售给它抹掉啊，不开的话是没有这个抹零功能的，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销售订单有一个超信用额度不允许保存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客户哈，在新建客户的时候可以设置信用额度的，比如说设置个1万的额度，然后我的销售订单在开单的时候，系统会检测你这个客户欠款是否达到1万了，如果没有达到的话是可以继续保存的，如果达到1万的话，这个单子就不允许你保存了啊。销售单也是一样的哈，超信用额度，做销售出库单如果说超出信用额度也是不允许保存的。我们这个默认是不勾选的哈，如果说有强制需求的话，可以把它勾选上啊。还有下面是销售订单，客户有超期的那种应收款，不允许保存这个单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给客户设置的有那个收款时间，我的你之前做过的销售单，你必须在下个月的什么时间给我付款，或者说你必须在什么时候给我付款。如果说没有给我付款的话，系统会进行检测。我开给你下一个单据的时候，如果说有检测到你之前有单子没有付款，而且达到我的期限了，我就控制不允许你保存这个单子啊。销售单客户有超过那种期限的，
不允许保存啊，这是两个一样的意思，一个是订单，一个是销售单，都不允许保存，默认也是不开的哈，有强制需求的话可以把它开开。下面是序列号只在实物仓库使用，序列号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手机电脑行业嘛，它会有一个唯一的商品码，像医疗器械行业也会有这种唯一的那种序列号啊，唯一码。实物仓库和我们新销存的仓库、采购、销售、库存管理，他们的那个仓库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我们勾选了序列号只能在实物仓库使用的话，那这样我们在做采购单、在做销售单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填这个序列号，序列号就没法进行一个使用。只有在做实物仓库入库和出库的时候，才可以去选择去填写这个序列号啊，这样的。除有要求哈，不然一般是不选的啊。收款单和付款单未分配金额转入应收和应付这两个默认也是不选的啊。为什么不选呢？因为我正常我收款单我不去选择要抵扣的单子，我是不是应该去收一个预收款呀？对不对？付款单也是同理，我给供应商那边提前打了一笔钱，这笔钱应该属于我的预付款，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勾选上之后，就是我提前收到客户的钱，它不会进到预收预付里面去，它会进到我们的应收付属里面去。他看这个字面意思哈，也是我欠客户的钱，但是在财务上它就不会进到预收里边了，这是一个应收的一个附属。付款单也是同理，我提前付给供应商的一笔钱，如果说不勾选的话，它就会进到我的一个预付里面，预付供应商多少钱。如果说勾选之后，就会进到一个应付的附属里面去。看字面意思，应付的附属也是我欠供应商的嘛，但是在财务上这个地方是不对的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业务模块啊。下一期我们讲财务模块。